各位朋友，还有屏幕前的所有做子女的，大家都给我听清楚了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，不仅是关乎你的健康，更是关乎你家里那位70、80岁的老父亲、老母亲，能不能安安稳稳地跨过人生中最凶险的那道坎。俗话讲73、84，阎王不请自己去。为什么古人要定这两个数字？为什么70岁到79岁这个10年，我们中医把它看作是人生最大的鬼门关？很多人前半辈子身体硬朗的像头牛，怎么一过70，突然之间一场感冒，一次摔倒，或者去医院做个莫名其妙的检查，人就没了。为什么有的人90岁了还能下地干活，吃麻麻香，红光满面，而有的人刚过70，就浑身插满管子，躺在 ICU 里受罪，最后人财两空？今天我就要把这层窗户纸给你们捅破，把这背后的天机给你们泄露出来。我先跟你们讲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事，你们听听看有没有道理。这个故事非常典型，代表了现在台湾乃至整个华人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。我在台北诊所有个病人，是个大老板，姓陈，家里有钱的不得了，住在阳明山最贵的别墅里。这个陈老板从60岁开始就特别怕死，他迷信所谓的现代高科技，每年花几百万去做最高端的精密体检，只要那个冷冰冰的报告单上有一个箭头不正常，哪怕只是高了0点几个单位，他就紧张的睡不着觉，马上找最好的西医，吃最贵的进口药，甚至为了让那个指标好看一点，又是手术又是化疗，把身体当成机器一样修修补补。他常跟我说，要相信科学，要用数据说话。结果呢，刚满72岁那年，冬天的一个小感冒引发了肺炎，进了医院，立刻上抗生素，挂点滴，寒气被压在里面出不来，最后心肺衰竭走了。走的时候全身浮肿，痛苦不堪。反过来，我以前在宜兰乡下义诊的时候，遇到个老农夫叫林阿伯，那时候都78岁了。那个老先生大字不识几个，也没钱做什么核磁共振，更不知道什么叫胆固醇，什么叫三酸甘油酯。他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喝的是山泉水，吃的是自己种的菜。我摸他的脉，那是沉稳有力，此脉按下去甚至比很多台北的年轻人还有劲，那是肾气充足的表现。我就问他，阿伯，你平时怎么保养的？他笑呵呵地跟我说，医师啊，我哪里懂什么保养，就是肚子饿了吃饭，天黑了睡觉，身子不舒服了就喝碗姜汤发发汗，心里从来不流事，儿孙的事我更不管。你们看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一个是用最顶尖的现代医学手段武装到牙齿的亿万富豪，72岁走了；一个是顺应天时，啥也不懂的乡下老农夫，快90岁了还活蹦乱跳。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？根本原因就在于4个字：顺势而为。那个陈老板是在跟身体对抗，他把身体当成了战场，指标不对就杀，要把身体里的异己分子全部消灭，结果把自己的元气也杀光了。那个林阿伯是在跟身体合作，顺着身体的规律走，顺着天地的节律走。诸位要明白，人到了70岁到79岁这个阶段，在中医的易经卦象里，那是包卦到了极点。什么叫包卦？就是阳气像秋天的树叶一样，快要剥落光了，身体里的阳气就像风中的蜡烛，微弱得很。这个时候稍微不注意，一阵阴风吹过来，或者你自己作死的去吹空调，喝冷饮，乱吃药，那火苗噗的一下就灭了。现代医学也讲，人到了这个年纪，身体的基础代谢率、免疫系统的识别能力、各个器官的储备功能都到了一个崩溃的临界点，就像一部开了几十年的老爷车，零件都老化了，螺丝都松了，油路都堵了，你这个时候如果还要猛踩油门去飙车，或者稍微保养不当，抛锚甚至车毁人亡就是分分钟的事。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10件事是保命的底线，你们记住了，这不是我随口说的，这是老祖宗几千年总结下来的天道，结合了现在人体生理学的硬道理，哪怕你只听进去3条，你都能受用终身，让你家里的长辈多活10年、20年。第一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关于血压的问题。我求求各位长辈，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降指标，尤其是去追求那个所谓的标准血压。很多长辈一看到血压计上140、150甚至160就吓得手抖，觉得天要塌了，马上吞降压药，还要加倍吃。诸位，你们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学道理，我们的心脏是什么？心脏就是个泵，它是要把血液泵到全身每一个角落去的。人老了，血管壁硬化了，就像家里那个用久了的水管变硬了一样，弹性差了，阻力就大了。
加上很多老人身体里寒湿重，血液变得粘稠，流速就慢。心脏这个君主之官，他非常有智慧，他知道血液流不过去了，他知道你的手脚都冰凉了，他知道你的脑部快要缺氧了，所以他必须加大压力，必须跳得更有力，才能把血送到脚底板，送到脑部去。这叫代偿反应，是身体在自救啊。你这个时候强行吃药，把血压降下来，心脏是轻松了，不用那么费力了。可是后果是什么？后果就是血流不到末梢了，流不到脑子里了。现代医学的临床数据也发现，很多老年人血压控制得太低，反而容易脑梗，容易痴呆。为什么？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嘛，脑细胞饿死了嘛。中医讲，阳气要通达四肢，你摸摸老人的手脚，如果是热的，头面是凉的，哪怕血压高一点点，那是身体在正常运作，你不要去管它。如果你把血压降得标准了，120了，结果手脚冰凉、麻木、头晕眼花，那就是把活水变成了死水，离中风、离瘫痪就不远了。除非是你感觉到头痛欲裂，那是阳亢过头了。除此之外，不要为了那个数字去把命给送了。第二件事就是千万不要乱吃补品和化学合成的维生素。很多儿女孝顺啊，出国回来带一大堆瓶瓶罐罐，什么钙片、复合维生素、深海鱼油、辅酶 Q10。我告诉你们，在中医看来，那叫药邪，那是外来的邪气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脾胃是后天之本，70岁的老人，脾胃运化功能本来就弱了，就像那老牛拉破车，已经很吃力了。你吃进去一块肉，吃进去一碗米饭，那是天地生成的，有生命力的东西。脾胃认识它，能把它消化成气血。可是你吃进去这些化学合成的硬片片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石头，那是分子式，身体根本不认识它。为了把它代谢掉，要把肝脏和肾脏累得半死。现代生理学也证实了，过量的合成维生素会增加肝肾的负担，甚至导致结石，导致肝毒性。我们人体很精密，缺钙了，你喝骨头汤，吃黑芝麻，身体能吸收，因为那里面有生物活性。你吞一颗碳酸钙下去，那跟吞墙皮有什么区别？身体不仅吸收不了，还要调动本来就稀缺的阳气去把它排出去，这叫花钱买罪受。真正的营养在哪里？在五谷杂粮里，在应季的蔬菜里。《黄帝内经》讲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。那是天地之间最纯正的精气，是拥有生命力的种子。只有这种有生命力的东西，才能补养你的生命。那些冷冰冰的化学工业品，丢到身体里就是垃圾，是在消耗老人仅存的一点阳气去处理垃圾。第三件事，这一条很多老人家都做不到，就是不要再按照年轻时候的作息去生活，要严格学会睡子午觉，而且要顺应四季的太阳。中医讲，人卧则血归于肝，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子时，是胆经当令；1点到3点是丑时，是肝经当令。这个时候你必须熟睡，身体才能进行深度的排毒和修复。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，这个时间段是人体免疫因子合成的高峰期，也是造血干细胞最活跃的时候，更是大脑清理代谢废物的关键时刻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不睡，在那看电视、玩手机，哪怕你白天睡10个小时都补不回来。特别是对于70岁的老人，还有一个关键，就是中午11点到1点，心经当令的时候，一定要闭目养神半个小时，哪怕睡不着也要闭着眼，这叫养心阴。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，心神安宁了，全身的那个生物钟才能调得准。而且《黄帝内经》告诉我们要发晨，要顺应四时。冬天的时候要早卧晚起，必待日光。意思是说，冬天你老人家就别起那么早了，要等到太阳出来了再起床。为什么？因为冬天的早晨阴气最重，寒气最杀人。你5点钟起来去公园锻炼，那时候阳气还没生发，寒气直接入骨，很多老人就是在这个时候中风倒下的。所以跟着太阳走，太阳不出来你就不出来，这叫躲避贼风，这叫藏精。第4件事就是一定要管住嘴，尤其是晚上那顿饭，能少吃就少吃，甚至可以不吃。很多老人觉得自己身体虚，晚上还要弄点好的，大鱼大肉，觉得要补，这是大错特错。脾胃属土，到了晚上阳气要入阴，要潜藏，脾胃的功能是减退的，他也想休息。你塞一肚子的肥甘厚味，什么红烧肉、大猪蹄子，脾胃运化不动，那就变成了垃圾，堆在肚子里发酵。中医叫食积化热，这个热邪一熏蒸，人就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，胃不和则卧不安，而且这团积食还会阻碍气机的升降，中焦一堵，
上焦的心肺和下焦的肝肾就断了联系。你看那些半夜突发心梗、脑梗的，很多都是晚饭吃太饱撑的。现代医学怎么解释？这叫餐后血流重新分配，血液都跑到胃肠去消化食物了，心脑的供血就相对减少了。加上晚上血液流速慢，这一堵血管就爆了。所以70岁以后，晚餐要像乞丐，喝点小米粥，吃点清淡的青菜，让肠胃空虚一点，神志才能清明。如果你不饿，不吃都可以，断食一顿，反而能让脾胃得到清理，把陈年的积垢排出去。这在中医里叫损有余而补不足。清空肠胃就是给五脏六腑减负。第5件事就是关于运动的误区，千万别在这个年纪去追求什么大运动量的锻炼。我有次在公园看到个老先生，70多岁了，在那撞树，在那跑马拉松，练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衣服都湿透了。他说这叫生命在于运动。我直接告诉他，你这叫生命在于折腾，你这是在找死。黄帝内经讲，汗为心之液，阳气随汗而泄，大汗淋漓之后必定是心气大伤。70岁的人气血本来就亏虚，你再让他大汗淋漓，那就是在耗干他的心血。现代运动医学也讲，剧烈运动会产生大量的乳酸和自由基，加速细胞氧化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这叫氧化应激损伤。你的身体已经没有那么多抗氧化剂去清除这些毒素了。最好的运动是什么？是走路，是打太极拳，是八段锦，是让身体微微发热，但是不出大汗。你要学会潜藏，像冬天的乌龟一样，把阳气收在里面，护住内脏，而不是把它发散到体表去显摆。真正的养生运动是练气，不是练肌肉。你要把呼吸调慢，把心静下来，动作慢下来，让气血在经络里平缓的流动，去滋润每一个脏腑，而不是像那个水泵一样疯狂的抽水，把水都抽干了。第6件事非常关键，就是要保持大便的通畅，但是绝对不能依赖化学泻药。很多老人便秘，几天不拉，一拉就吃泻药，什么果导片、番泻叶，这是饮鸩止渴。便秘在中医里分很多种，有的是因为血虚，肠道干枯了，就像河里没水了，船开不动，这时候你要润肠，要养血，用当归、麻子仁。有的是因为气虚，推不动大便，就像车没油了，这时候你要补气，用黄芪、白术。你光是用大黄、番泻叶这种苦寒的药去攻，当时是拉出来了，痛快了，但是把身体的阳气和津液伤得更厉害，肠道会越来越寒，越来越没有力气，以后会便秘得更严重，甚至变成黑肠病。而且老年人用力排便的时候，腹压瞬间升高，那个压力是巨大的，血压会瞬间飙升，那是脑溢血的高发时刻。所以要多吃富含纤维的蔬菜，多喝温水，可以用中医的推拿手法，顺时针揉腹，借用外力来帮助肠道蠕动，这是最安全的。如果实在不行，用外用的开塞露也比吃泻药强，至少不伤脾胃。记住，大肠和小肠互为表里，大肠不通，肺气就不降，肺气不降，心火就散不掉，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第7件事是关于穿衣保暖的，特别是要死死护住3个地方：脖子、腰和脚踝。黄帝内经讲，风为百病之长，风邪最喜欢从哪里钻进去？从脖子后面的风池穴、风府穴，一进去，轻则感冒头痛，重则中风偏瘫，口眼歪斜。腰为肾之府，腰一受凉，命门之火就受损，肾阳一伤，人就没有精气神，腰膝酸软，夜尿频多。脚底是涌泉穴，是肾经的起点，离心脏最远，也是寒气最早侵入的地方。现代医学也说了，这几个地方皮下脂肪薄，血管丰富，对温度变化最敏感，一旦受凉，全身血管收缩，血压升高，免疫力瞬间下降。所以70岁的老人，不管夏天外面多热，进了空调房或者在风口上，这3个地方一定要遮住，别为了贪那一点凉快，把命给搭进去。夏天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对着空调直吹，那是人造的驱邪贼风，比冬天的寒风还毒。因为夏天你的毛孔是张开的，这风一吹，直接入骨入髓，把寒气锁在里面，到了冬天就是大病。第8件事就是情绪的控制，千万不能大喜大悲，更不能生闷气。范进中举，听说过吧？一高兴疯了。中医讲7情治病，喜伤心，怒伤肝，恐伤肾，思伤脾，忧伤肺。70岁的老人血管弹性差，那个血管就像脆化的橡胶管，早就失去了弹性。你情绪一激动，跟人生气或者太高兴，血压像过山车一样瞬间波动，那个血管壁哪里承受得住？
啪的一下就爆了，或者是斑块脱落堵住了。而且情绪剧烈波动会导致气机逆乱，气血一旦逆乱，百病丛生。我们要学那个修道的人，讲究一个平字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天塌下来当被子盖，心里要装得下事，要像虚空一样不留痕迹。谁惹你生气了，你转头就忘，那是放过你自己。现代心理神经免疫学也证明了，长期的焦虑和抑郁会抑制免疫系统，导致 T 细胞活性下降，而平和的心态能让体内的内啡肽、血清素维持在最佳水平，这是最好的抗癌药，也是最好的护心药。第9件事，也是很多长辈忽略的，就是不要过度清洁，不要天天洗大澡。现在条件好了，很多人天天洗澡，还用那种去油很强的沐浴露。人老了，皮肤表面的皮脂腺分泌减少了，那层皮脂膜就是身体的卫气，是保护层。你天天用热水烫，用肥皂搓，把这层保护膜洗掉了，皮肤干痒那是小事，关键是风寒湿邪就长驱直入。而且洗澡的时候，全身血管扩张，血液都跑到体表来了，心脑缺血，很多老人就是在浴室里晕倒的，甚至在浴室里猝死。所以我们提倡擦澡，或者隔几天洗一次，水温不要太高，接近体温就好。洗的时候要快，洗完赶紧擦干穿衣，把那点阳气护住。特别是冬天，中医讲要藏精，你天天洗大澡，就是天天在泄气，把封藏的阳气都泄掉了，来年春天怎么生发？这叫逆天而行。第10件事，也是最玄妙的一件事，就是要有一个不畏死的心态，也就是要把生死看淡。内经上说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。如果你整天怕死，整天担心这个病那个病，看着体检报告发愁，你的神就散了，神一散，身体的主帅就没了，那5脏6腑就是一盘散沙，各自为政。恐惧是伤肾的，肾是先天之本，你越怕，肾气越衰，死得越快。你要明白，生老病死是天地的规律，就像春夏秋冬一样自然，你接受它，顺应它，反而能活得长久。现代医学叫安慰剂效应，或者是心理暗示，你心态积极，大脑就会分泌有益的激素，调动全身的修复潜能。我在临床上见过太多了，那些被医生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，因为看开了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甚至去旅游了，结果回来肿瘤缩小了，甚至消失了。而那些被吓破胆的，本来没多大病，几个月就吓死了。所以心要大，命才长。讲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回归自然，顺应天道。我们再看看现在这个社会，为什么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病？就是因为我们离自然太远了。我们住在水泥森林里，接着地气嘛。我们吃着化肥农药催熟的食物，那是真的食物吗？我们吹着恒温的空调，还有春夏秋冬吗？对于70岁的老人来说，你们的身体已经经不起这种反自然的折腾了。你们要学会做减法，减去那些多余的欲望，减去那些多余的营养品，减去那些多余的烦恼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去晒晒太阳。晒太阳，这可是天底下最好的补药，而且是免费的。太阳就是天上的阳气，你背对着太阳晒，让督脉，也就是我们背后的那条阳脉之海，去吸收天阳之气。这股气一进去，能把身体里的阴寒湿邪都逼出来。现代科学不也说吗？晒太阳、补钙、杀菌、抗抑郁，这道理是一通百通的。但是记住，要晒背，别晒脸，脸上阳气本来就足。还有啊，喝水也要讲究，别听信什么1天8杯水，那会把肾给淹死的。老人家的肾脏过滤功能弱了，气化功能差了，你灌那么多水进去，如果是冷水，那更是雪上加霜，身体代谢不掉，就变成了湿气，变成了水肿，变成了痰饮。痰饮一上脑，头晕目眩；痰饮一阻滞，胸闷气短。口渴了再喝，喝热茶，喝温水，小口慢饮，让水慢慢滋润身体，而不是像冲厕所一样灌下去。这就叫懂阴阳，知进退。再说一个关于生病忌口的事，很多老人一生病，儿女就煮鸡汤、鱼汤送过来，大错特错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气血都去抵抗病邪了，脾胃是最虚弱的。这时候你给他喝油腻的鸡汤，那就是在给敌人送粮草。中医讲虚不受补，或者是闭门留寇，邪气还在身体里，你一补，邪气出不去了，反而吃得白白胖胖的，在身体里安营扎寨了。生病了，尤其是感冒发烧或者急性病期间，最好的食物就是白粥，也就是米油。那个米油能养胃气，能生津液，能发汗，只有把邪气赶出去了，
也就是病好了以后才能慢慢进补，那也得是轻补，不能是大补。各位，这10件事每一件听起来都不难，都是生活琐事，但是要做到需要智慧，更需要定力。现在的诱惑太多了，广告太多了，伪科学太多了，他们都在盯着老年人的钱包，盯着老年人的恐惧。你要有辨别能力，要有主见。我们再回头看看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，70岁以后，我们是在用余火来温煦身体，天人合一。我们就是要把身体的小宇宙调整到和天地大宇宙同频。天冷了我们加衣，天黑了我们睡觉，心静了我们气顺。这不仅仅是养生，这叫修身，这叫悟道。你看那些长寿的老人，哪一个不是笑口常开，哪一个不是心宽体盘？他们不一定懂什么医学理论，但他们懂生活，懂顺从。我们现在很多人被各种数据绑架了，被各种焦虑绑架了，反而忘了身体最本能的呼唤。身体是不会骗人的，舒服就是对的，难受就是错的。你吃了这个药，胃里难受，那就是错的。不管医生怎么说它好，对你来说就是毒药。你做了这个运动，膝盖疼，那就是错的。不管教练怎么说它科学，对你来说就是伤害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几句话，作为今天的总结。到了70岁，你的任务不是去创造多少财富，也不是去操心儿女的琐事，那些都是过眼云烟。你的任务就是把这副皮囊照顾好，把这口气守住。你的健康就是儿女最大的福气。你躺在医院里，全家都受累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这是人性。你坐在摇椅上晒太阳，自己能走能吃，全家都安心，这才是家族的福报。把今天讲的这10条，特别是高血压、乱吃药、睡子午觉这几点，记在心里，落实在行动上。别总是觉得自己老了就不中用了，只要你顺应天道，护住阳气，70岁哪怕是80岁，照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，照样可以耳聪目明。人体有强大的治愈能力，那是老天爷给你的出厂设置，只要你别去干扰它，别去破坏它，它会给你惊喜的。大家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，觉得这番话能救人，就把这些话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家里的老人，或者是那些固执己见、只信西医不信中医的长辈。这不仅是一篇文章，这是一份救命的说明书，是一份晚年的保命符。让我们一起用老祖宗的智慧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，守住一份健康，守住一份安宁。我们下回见。